我想把这棵 lavender 修一下，这样它下边长得密实一点，到以后就好看一些。嗨，平平，我的院子里有不少月季还有薰衣草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怎么样修剪月季和薰衣草。一说到薰衣草，我们想到的就是这样一片紫色的海洋，无边无尽的，非常漂亮。但是在很多人家的花园，我们也会看到很多难看的薰衣草植株。我记得是大概2年前吧，我看到有一个视频博主，就是给大家看了一下他家的后院，他们家那个薰衣草只有几根枝条撑着，植株的形状不饱满，植株的中心看起来像是空心的，植株的根部是一种干枯的状态，就是从根部长出来的枝子太少了，它支撑不了那个形状，所以就不好看，就是感觉快要死了一样。所以呢，他就说他要把那个薰衣草换掉。其实这是可以挽救的，不一定要把整个花都去掉。我这个薰衣草是24年买的，我在25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，就把它修剪了一下，然后呢，今年1月份又修剪了一次。去年和今年我这棵薰衣草都剪得比较狠，就是从根部给它剪了，基本上就是连那个木本、草本都一起剪掉了。但是不用担心，第2年它会发出更多的枝条，这样植株的形状就会很密实、很饱满、很好看。因为这个下边它就长出很多新的枝子来了，所以呢，这个薰衣草还是要剪的。虽然剪的有点可惜啊，但是第2年它会长得更好。也有的人修说要从这个，也就是说木本以上剪掉，木本以下的就不要剪了。但是我觉得从我去年的经验看，好像修的矮一点挺好的，尤其在加州这个天气啊。但是在寒冷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个薰衣草好香好香，太香了。把这收起来。这薰衣草剪下来之后呢，可以趁着新鲜的时候做成薰衣草精油，也可以把它晾干或者晒干，然后放在枕头里，有助于睡眠的，或者是做成香包。这就是我们家已经晾干的这个薰衣草，可以把这个叶子给它搓下来。老牛在阿姆德上买了好多这个小香包，就真的小袋子，可以把干的薰衣草放在里边。我这里已经做好了一个，这里边就是我们搓下来的干的薰衣草，放到这个袋子里，然后把口一收，就做好了一个香包，可以留给自己，也可以送给朋友，特别特别香。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家薰衣草现在的样子。大家看看我们家薰衣草，就是像一个球形一样，它这个枝子非常的多，这样它这个形状就非常好看。我扒开给大家看看，看这里边密密麻麻的全是这个小枝子。现在我这个薰衣草的枝子呀，长得非常的茂盛，所以呢，我就以后就不用从这个根部剪了。明年1月份开始，我可能就是只剪上面部分。现在有的枝子已经开始开花了。除了刚才我跟大家说的这一棵薰衣草之外，我们家还有另外2棵薰衣草，我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在前院这里也有2棵薰衣草，大家看是这样的薰衣草，这个薰衣草的品种不一样。在我修剪之前呢，它是长成这个样子的。当时我就想着另外一棵薰衣草剪了之后效果很好，所以呢，我想在这一棵上也试一下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的一些枝子剪掉了，看这里。然后今年春天就长出了几颗小芽，所以这种薰衣草它有点不一样，它不像刚才那种一样，修剪了之后可以长出好多的枝子来。这个剪掉了，它就不再长新的了。这里长出一些小的，有可能会发起来。这一棵也是一样，现在也是长了几颗小的。所以这个薰衣草的修剪也不能想当然，像我这第2种薰衣草就不能随便这么剪。这种木本的部分一定不要剪，只能剪草本的部分。我看看这个薰衣草过一段时间能不能再长好，也算是我在这个修剪薰衣草的过程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吧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们再来看一看月季。大家看我们家这一丛月季，主要是2个品种，一个是这种黄色的花，还有一个是这种粉色的花。
这个花也要开出来了。哦，这已经开了，挺漂亮的。这个月季啊，每年都长非常非常高，现在已经比我高了。去年的时候长得比这个还要高，起码有7尺高。然后大概是25年12月底的时候，我们家花工啊就帮我把后面这个月季重新修剪了一下。他剪的呀非常非常低，把大部分的枝子都剪掉了。我以前不太懂，我真是修的比较高。其实这个月季修矮一点，它第2年长得更好。其实之前自从月季我也发现它有问题，就是它的一些枝子已经有老化的现象了。但是呢，我不敢把它都剪掉，我怕它剪了之后就不长了。结果证明我们家花工是对的。大家看这个月季，它剪得非常狠吧，但是到了第2年，这么多新的枝子，而且长得很高，就是整个植株给人一种非常健康有活力的感觉。大家看这些花也非常的漂亮。这一棵，还有这棵月季，之前它都有点病了，就是这个叶子发白，我只是把那个病的枝子剪了，然后这次花根就剪得很凶，剪得非常非常的矮，只留了一点点枝子。这个今年它长得非常好，我觉得比去年的状态也好。往年它只开一点点花，你看今年已经开了不少花了，而且开得早。这边有花骨朵了，所以这个月季还是要舍得剪，不要怕把它剪死了。我们家对面那个邻居那个门口也是长了很多月季，每年也是剪得非常的低，他们的月季特别大朵，非常好看。我们再来看一看后院的这些月季，后院现在只剩下4颗月季了。这一颗是开这种紫色的花，非常非常香，这一颗。然后这边这一朵是橙色的，这个花好大呀。这边还有2颗黄色的。我记得我们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我和老牛对我们后面这一排月季都不太满意，因为那个树形啊非常不好看，那个树枝啊看起来就是像那种千年的那种老树一样，就是坑坑洼洼的，很不好看。然后在25年大概是1月份的时候吧，我就把这个月季全部从根部把它剪掉了，因为当时我是准备换花了，不要它们了。但是呢，因为当时我有点偷懒，我没有及时的把根挖出来，结果到了春天，它又全部长出了很多新的叶子、新的枝条，结果形状比之前好看多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把它留下来了。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，我又把这一排月季修剪了一遍，大概留的枝子大概有6、7英寸长吧。今年没有去年修那么短，但是也是修的比较低的。结果它现在长出来挺好的，这个形状比我们刚买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形状也好看多了。这样呢，等于是把这个月季整个的换了一遍，之前的老枝子全都不见了，现在都是新枝子了。这样呢，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让它变得枝子多一点，形状好看一点。这个等于是一次大修。除了这个大修之外呢，还有小修，就是每次月季开完花之后啊，都要把它剪掉。像这个已经谢了就要剪了。小修的时候呢，只要记住一个原则。大家看这一颗，这1、2、3片叶子，这里是5片叶子对吧？那在这个上面就给它剪了。这个是1、2、3片叶子，1、2、3、4片，这是1、2、3、4、5，那就在这个5片叶子以上给它剪掉。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去修剪就行了。这样的小修1年要修好几次，这样呢它才能不停的有新的花开出来。如果这个旧的花你不修掉啊，就会延迟下一波花开的时间，然后你再等到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，你再把这个花整个的枝子再多修一点，进行一次大修，这样就能保持这个月季啊花开的好看，树形长得美。What are you eating? Some cabbage. 拿个这么大的盆。Cabbage, sesame oil, garlic, Yeah. salt, sesame seeds. 我接下来把这个鼠尾草也修一下。我看到有的人家已经修的比较早，比我早，现在今天是1月1号，然后把那几个草拔了。那个月季也要修一下。哎呀，拔这个草给我搞了一身的毛毛，好痒啊！这个毛毛弄了半天也没有全部弄完，还是扎。以后记得干活的时候千万不能穿毛衣了。我今天是没想起来要干活的，所以穿了这个衣服。